刚才讲到什么玩意儿来着？啊，讲到那个民主党什么什么坐以待毙这事儿了，是吧？还有一点什么就是啊，美国内乱这个事儿啊，咋说呢？把那个下了吧，那个啥正常的，我叫下不下呀？美军其实一旦出现动荡啊，美军肯定还是就是美国呀，一旦出现动荡，美军还是非常好用的。但问题是什么呢？过去的美军和现在这个美军它是两码事儿，懂不懂？美军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其实也是非常大的啊。就比如说什么，现在的美军主要是两群人在服役，一群人就像万斯这样的穷白人啊，穷的没办法出来当兵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向着共和党的。你知道吧？就红脖子嘛。啊，当然像老登啊、小布什啊，虽然也是白人啊，但是家境非常好，不错。只能说这个咋说呢？有点路子吧。啊，肯定是想办法逃的，不可能去当兵的。然后一群谁呢？是黑人，原因也是穷，出来当兵混口饭吃。但是黑人向着谁呢？哎，我跟你说，出乎意料了，黑人向着民主党。而黑人怎么说呢？战斗力说不上多强，但是你要让他们跟老美的人开壳，你就看吧，这帮人杀起来天下无敌手。真的，而且从前几个月啊，美国德克萨斯州搞独立开始，你们好多人我估计都没注意到。虽然说现在的州啊，就某些州搞独立这个事儿已经平息了，但是老特贼狠啊，川普贼狠，就趁着这次动乱啊，直接往德州部署了将近3万愿意听他话的士兵。兄弟们，这些士兵可不简单呐，他不只有枪啊，而且这帮哥们有坦克，你能受得了不？有装甲车，你能受得了不？啊，甚至于还有一支德州的美军，你能受得了吗？手里面掌握的是美军导弹的发射系统，你敢信不？你就甭管这玩意儿川普他敢不敢用，咱就说手里面有这么一个大杀手锏呢，那川普那肯定是信心大增啊。你们想是不是这个事儿？再有什么呢？川普他为啥有胆干这个事儿，而且有信心能干成这个事儿呢？今天美国五角大楼啊宣布大举向中东地区增兵，为什么要干？啊，然后你再看啊，老美股市的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也出现了，就是今天美国五角大楼宣布大举向中东增兵，一个非常奇怪的股市现象直接出现，开始止跌回稳。美国股市这两天跌拉稀了，今天直接止跌回稳，而且出现反弹了。兄弟们，这是什么情况？家人们，你们有没有人知道的？这是什么情况？说明什么事儿？说明老美他们的人对战争是充满信心的，而且是好战的。只要发生战争，老美的经济就会向好，对不对？这几乎成了要给这个给老美这么一个历史的规律了。这就是老美的强国之路，他的强国之路就是战争之路，战争强国呀，对不对？今天的老美不就是从2战结束开始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吗？不就是依靠2战之后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战争的吗？一个一个台阶越打越强嘛，对不对？老美大规模向中东增兵，那新的中东战争很有可能爆发的情况之下，这就等于给老美的企业、给老美的投资者打了一个肾上腺素，打了一个强心剂啊，对不对？于是乎老美的股市嘎反弹了。哎，且不说基本可以断定啊，伊朗将会通过哈马斯，包括黎巴嫩这种党，包括也门胡塞武装，甚至叙利亚，甚至伊拉克，甚至阿富汗，对以色列实施大规模报复性的打击之外，家人们，伊朗直接出手的可能性，我刚才说小，但是有没有？有。仅仅是老美出现拯救股市这个需求，也可能会爆发新的中东战争。但是这个战争怎么说呢，家人们？美国人打输的可能性，或者说啊，打成美国人心里那种平局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咋说呢？结合目前老美这个情况，我们能看出来几点啊。老登讲这个话是很有用意的。今年美国大选啊，要么不出事儿，兄弟们，要出事儿直接出大事儿。说不定啊，咱真别说我们是那个在那忽悠，在那玄乎，说不定老美内战不见得只是电影，咱就等着看好戏啊。然后说完这个，咱接着说一些更大的事情啊。现在这个情况呢，确实有点不利于巴勒斯坦的因素啊，正在发生，这是值得整个世界都要关注、都要警惕的。当我看见最近英国内乱这个事儿的时候，家人们，我就非常敏锐的，我意识到了巴勒斯坦的麻烦才刚开始。英国内乱这个事儿你们知道吧？知不知道？家人们，都乱成一锅粥了，北爱尔兰都暴乱了，烧杀抢夺，打砸抢烧。
那为什么说英国跟巴勒斯坦这个麻烦能掺和到一起呢？你们先听啊，现在犹太资本的毒计部分都已经奏效了。怎么个事儿？先把英国这个事儿简简单单跟大家说一下啊。根据传言说，有一个非裔的移民的后裔在英国残忍的杀害了几个儿童，然后呢，这个移民就被英国老百姓给怀疑了，说他是信仰这个阿拉伯宗教的，随后就引爆整个英国社会排外这个情绪了，就导致这次爆发了英国这么多年，家人们，反正我没见过英国这么多年最大的内乱。在很多英国大城市里面，本土居民跟移民当街干起来了，直接干仗。马斯克看完都说，哎呦我的妈呀，这咋的这是啊？那英国内战不可避免了，马斯克都这么说的啊。看见这个事儿，我就意识到巴勒斯坦后面有可能坏了，有可能不妙。有人说这俩八竿子打不着啊，这怎么我会有这种想法呢？对不对？接下来就跟大家详细分析一下。我告诉你，一场席卷西方社会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变局现在正在发生。英国它只是个前兆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历史上有个典故叫什么呢？叫做二桃杀三士。对吧？这个也被很多评论称为什么古代最无解的阳谋，就通过柔和的方式让对方接受你的一个建议。但是在这个建议之中呢，你已经给人挖套了，给人挖了个大坑，最终让对方血流成河。那这个和英国和巴勒斯坦有啥关系呢？听我继续跟你们讲，后面你马上就懂了。法国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啥呢？叫做拉斐尔叫拉斐尔，他是个法国犹太人，这个名比较复杂，咱以后就叫小拉咱就跟他称为小拉了。大家还记不记得西方诋毁我们羊肉串那边那个棉花的事儿？记不记得？就是这个小拉挑的头。他本人是欧洲议会的议员，你知道吧？他在欧洲那边对咱们家羊肉串地区大放厥词各种无底线的污蔑呀，推动整个欧盟对咱们制裁这事儿大家都知道吧？随后这个小拉呢也遭遇到咱家的就是正义的反制裁。我们跟这个犹太的小拉就无怨无仇他为啥要干这个事儿呢？我跟你们说一下他爹干的事儿，那更劲爆，而且全都是真的，都是有据可查的。小拉他爹叫安德鲁咱们就管他叫小安，这个名也比较复杂管他叫老安吧，行不行叫老安。根据我们之前住在法国的记者调查说，这个老安呢，他当年在前苏联的各个地区煽动颜色革命，并且非常仇视俄罗斯，知道吧？当年呢，俄罗斯的车臣地区当时不是闹分裂吗？普大帝在这个地方就平乱平反吗？这个老安当时就在法国疯狂诋毁俄罗斯拼命替那个分裂的叛乱分子辩护维护。然后这个老安呢，干了一件非常劲爆的事儿，他偷偷潜入到车臣了，兄弟们，然后把很多车臣的极端分子直接干到法国了，运到法国去了。然后这些叛乱分子就在法国落地生根了。而这些人后来到法国以后呢，产生恶果了。毕竟这些人本来就是叛乱分子并且信仰的是阿拉伯宗教，非常的保守，和法国社会当时格格不入随后呢，在2020年的10月16号应该是有一个法国的教师居然被公开斩首了，家人们，当时这个新闻都炸了。你们有没有记得2020年10月16号有一个法国教师公然被斩首？这个新闻全球轰动，性质老恶劣了。而做出这个举动的凶手就是老安当年从车臣叛乱地区带回来的叛乱分子。是不是开始感觉细思极恐了？家人们，以色列是什么时候建的国？1948年建国的。自从以色列建国以后，和阿拉伯人结下血海深仇从此全世界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关系都高度紧张，相互仇恨并且全世界信仰阿拉伯宗教的人都膈应犹太人，都反犹太人。可你看小拉和他爹老安，他们一家都是犹太人法国的犹太人老爹关心俄罗斯的宗教群体，儿子诋毁咱家西边的事儿。
为什么这个欧洲犹太家族总是这么关心其他国家的有阿拉伯宗教传统的国家呢？不是传统的地区呢？对不对？就是说你直接看啊，你找不到这些人任何的行动逻辑，对不对？明明犹太人和阿拉伯宗教已经因为巴勒斯坦问题决裂了，明明犹太人啊，就他们现在已经做得很过分了，结果他们却要做这种匪夷所思的举动。下面我是个人分析啊，完全基于逻辑分析的，行不行？以色列毫无疑问是侵略者，这个点他洗不白，对不对？他洗不白。所以你看啊，以色列在宣传自己合法性的时候，他总是会强调巴勒斯坦地区的人信的是阿拉伯宗教的，然后就开始说人家落后，对不对？以色列总是向全世界不停的说这些人老落后了，老保守了，他们生活方式跟现在都格格不入啊！以色列说他们的女性地位不够高，思想不够开放。大家去社交平台上啊，你们随便翻以色列这个言论，你们就会发现他们全部都是这个口径。那么老铁们，问题来了，以色列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打法呢？因为阿拉伯世界或者说中东国家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中东地区普遍信教，也没有像欧洲那样啊去搞这个宗教改革。咱换言之，客观来说这个问题客观它存在，它确实存在，人家不是乱黑，这属于是正中靶心呢，对不对？很多中东国家啊，他们的生活方式都非常的保守，非常的传统，确实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认知现代生活是不太一样的啊，确实有点差异啊，这个没法聊。这也算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啊，就是什么呢？论中东国家如何融入到现代化。所以说从舆论的这个公众的角度来说吧，以色列的打法就是要通过批判这方面的问题，引发全世界对中东国家和阿拉伯宗教人口的反感，来淡化自己侵略者的身份。我也说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啊，我就这么说，阿拉伯世界中东国家的落后保守问题它确实是有啊，也是真事儿，但是呢不是以色列搞侵略的借口吧，对不对？这些问题我们认为是一码归一码的。什么是文明啊？文明绝对不是说你看见一个欠发达地区你指人鼻子骂，说你文化水平不高啊，你发展很落后，所以你就活该被打，这是文明吗？兄弟们，这不是文明吧，对不对？不过以色列的逻辑就是这样的，他先挑阿拉伯人的毛病，然后等到找完阿拉伯人啊不够现代化开放这个点之后，他就说了，你果然落后吧，你就该挨打。这是什么魔鬼逻辑啊？要我说，这就是真正的野蛮逻辑。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兄弟们？就是你看见人家不够发达，不够现代化，你就想办法你帮人家呀，或者说你给人点建议也行啊，你不用去找茬，你干人家吧，对吧？所以说老铁们啊，那个阿拉伯这个宗教和中东国家这些情况就和大家说清楚了。可能有老铁听到这儿就会说，苏你是不是扯太远了？你看你都掉人了，对不对？放心啊，下面马上就给你串起来了。今天这个事儿太大了，必须把有一些东西给你们解释明白了。前面我已经把以色列宣传舆论的打法和大家都说清楚了，对不对？那么兄弟们，你知道以色列这个宣传打法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最大的问题就是全世界很多地方原本都没有阿拉伯宗教群体，很多国家的人一辈子都也遇不到中东人。就比如说过去那些非常传统的欧洲地区，这些地方哪来的中东人呢？对不对？所以以色列那边单方面说什么中东人不够现代化，不够包容，不够开放，这种宣传屁用没有啊！因为过去人家根本没见过中东长啥样啊，对不对？如果一天有一个人告诉你你一个永远都遇不到的问题，你会觉得这事儿对你有说服力吗？对吧？但是反过来说，老铁们，如果这个问题不断的在你生活周边扩散的话，你就会觉得妈呀，以色列说的有道理呀，以色列说的对呀，是不是就串起来了？是不是就有点明白我上面说的什么意思了？什么概念？通过以色列在全世界宣传舆论的方式，老铁们反过来推论分析，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犹太人老安要替车臣的叛乱分子辩护，在法国替这些人博同情，然后把他们往法国给运。因为老安非常了解法国是一个现代化的世俗的社会，
对吧？是很开放的，甚至已经开放到奥运开幕式都严重的少儿不宜了啊。而稍微了解一下就是车臣的朋友也知道，车臣这个地方呢，它的宗教气氛非常的浓厚，非常保守，保守到了严格严苛的程度。所有法国的那些现代化的开放，人家根本接受不了，人家现在都是一夫多妻呀，对不对？所以说把老安车臣的这些叛乱分子运到法国，什么后果？当这些人在法国生活以后，他们这些什么保守啊，什么宗教，什么价值观呢？家人们，绝对就是啥呢？绝对就根本没法接受法国这种开放，这简直就是把世界上最水火不容的两拨人放一起去实践去了。所以说双方最后一定得打起来，对吧？你看社会情况类似的英国啊，那不就是干起来了吗？事实也证明双方最后就得干起来，直接就把人家法国老师给干了，对吧？然后我们这儿切换一下博弈的视角，如果你是一个法国人，你看见信仰阿拉伯宗教的中东相关的群体，兄弟们，在你的国家把自己的老师给干了，而且用的是最残酷的方式，那些普通法国人看见之后啊，必然大概率从此就反感中东人，反感阿拉伯宗教群体。如果这个时候以色列再来宣传呢，说中东人很保守啊，不够开放，我们以色列才是你们西方自己人啊，我们是 open 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他这个舆论是不是搞赢了？大家都知道欧洲国家是传统基督教大本营，对吧？在这儿生活的原住民基本都是基督教的白人。现在我们都知道欧洲的移民很多嘛，啊，很多欧洲大国当地一大堆的外来阿拉伯宗教的移民。但是这些事儿啊，也就是近现代发生的。对于这方面呢，西方内部有一个阴谋论的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马斯克都相信。这些人说法就是啥呢？说犹太资本不是搞金融的吗？搞金融就容易招人恨，所以说一定要分化底层的无产阶级啊。那怎么分化呢？一方面大量的引进外来移民，和本土差异越大的移民越好啊，那就把群众给分化了，给搞复杂了，让群众最后自己干起来。这个观点叫什么呢？叫大替代计划，是西方内部很有名的阴谋论。那么另外一边呢，就是现在大家看见的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那些什么男变女，女变男，170来种性别呀，明天你都可以成为海上的漂流瓶，你的性别，就这类的文化。之前马斯克他在推特上曾经多次肯定过这种说法，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结果后来呢他马上就遭到了那个犹太资本的围攻，什么广告商集体撤资了，然后一大堆大佬给他施压呀。最后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吧，家人们，2024年年初他就被逼着当众给犹太人道歉啊，说自己被整服了，说犹太人最好，自己也想成为犹太人啊。不过他道歉的时候老有意思了，故意让小孩骑他脑袋上啊，故意就是暗示呢，说那个犹太人骑他脑袋上了。那咱把话再说回来，家人们啊，就是这些保守的阿拉伯宗教人口大量涌入到欧洲，实际上是现代短时间之内发生的事儿。就比如说2015年到2016年的叙利亚难民危机的时刻啊，上百万这个叙利亚人就涌入到欧洲了，其中有180多万嘛去德国了啊。随后呢，德国治安迅速就恶化了，因为去德国这些叙利亚难民的绝大多数是叙利亚叛军啊，很多那个都是宗教保守派的，都是那个有极端倾向的。这也就造成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德国的排外极右翼的政党支持率开始疯狂下跌啊，就是进入到那个就是狂暴模式了不是疯狂上涨啊。现在德国极右翼选择党啊，对以色列态度那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很多人都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欧洲要吸纳这么多阿拉伯宗教的人？没有人思考过啊！有人说苏，你讲的是新闻吗？我讲的是底层逻辑。家人们，你把逻辑听清楚了，你们就知道现在整个中东包括欧洲这个状态了，懂吗？这个从任何逻辑它都是说不通的。为什么欧洲要吸引那么多阿拉伯宗教的移民呢？如果说欧洲真的只是缺底层的劳动力的话，印度不行吗？印度那些不会反抗的低种姓的，现在我跟你讲，家人们，我不去了趟迪拜吗？迪拜的建筑工人全是印度人，而且印度人为之感到自豪，他觉得这个工作太好了。所有的高档酒店的门童啊，包括保安，那都是印度人，人家觉得非常认真负责，非常好，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内他是低种姓，是低等人群，人家是分369等的。所以说印度的劳动力是非常优质的劳动力，是的，这便宜。种姓制度在印度存在1000年了，家人们
这个印度低种姓的这个奴性有多大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不是诋毁啊，这些人从来都是逆来顺受的，因为他们生来就这样，社会给他教育就这样。这些人在印度人口又多又特别听话，对吧？工资又低，而且印度又是英语国家呀，真缺劳动力的话，兄弟们，其实印度就够了，对不对？而且大家别忘了，还有我们呢，原来有我们吃苦耐劳啊，对吧？当然可能呢，西方国家比较防着我们，所以不希望我用我们的移民反正就是说，真要用大量的就是便宜的劳动力的话，温和听话的穷人在印度在东南亚有的是再比如说菲律宾，对不对？基本全国都新上帝这方面是有案例的就比如说中东土豪国卡塔尔，截止到兄弟们截止到2023年，卡塔尔全国人口是300万，其中卡塔尔公民只占总人口的15%，其他都是外籍劳工。这些外籍劳工基本上现在中东不仅是卡塔尔，包括阿联酋都是一样的，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印度、东南亚的包括菲佣，是不是卡塔尔现在国家很稳定，治安很良好。印度这些低种姓的人，包括那些东南亚的劳工非常听话，真的就纯打工纯打工。但是现在魔幻的情况就是什么呢？欧洲收留了一大堆的中东国家的阿拉伯宗教的移民，这些移民和欧洲文化格格不入，语言都不通，双方完全不认同对方，一不小心擦枪走火。同时这些移民也非常团结，在当地形成一个团伙和欧洲人这让我有苦说不出，反正是反而是搞得这个治安非常混乱，很恶化，整体对经济来说其实是负增长的，它是负向，知道吧？没有起到增加劳动力和经济的效果，唯一起到的效果就是让原本没有阿拉伯宗教群体的欧洲有了大量这些移民，而这些移民和欧洲的基督教原住民产生激烈的矛盾之后，老铁们，整个欧洲就越来越极右翼化，越来越反中东、反阿拉伯人宗教。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欧洲的极右翼都是以色列潜在的天然盟友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024年的5月份就今年5月份呗，巴勒斯坦入联投票的时候，当时投票什么结果？你们记不记得？根据当时新华社报的说143票赞成，9个反对，好像是25个弃权吧。在这9个反对票当中，家人们，有个国家叫匈牙利知道吗？和我们关系非常好的。那为什么匈牙利要加入到反对巴勒斯坦入联呢？咱想不通吗？当时，对吧？所以说不能光看新闻，你们要分析逻辑。匈牙利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是中东跟中欧的交界最前线，懂吧？你们去看地图，家人们，历史上阿拉伯宗教国家长期跟基督教国家打仗，你知道吧？匈牙利就顶在最前面，号称是基督之盾。进入到现代化以后呢，匈牙利就非常反对欧盟的圣母婊政策，非常强烈的、非常强硬的拒绝接受中东难民和阿拉伯宗教人口的移民，懂吧？但是呢，欧盟整体的氛围呢，就是那些西欧的那些高层的白左圣母就经常拿这个事儿来逼匈牙利。人家历史上本来就是和中东宗教长期搏杀的这个基督之盾呢，现在他们还被逼无奈接受这帮人，必须让他们去移民，这就导致什么呀？匈牙利对中东国家和阿拉伯宗教人口越发反感，反感到极致了。那这种状态之下，以色列跳出来向全世界宣布说自己是反中东和阿拉伯的扛把子，一下就把匈牙利给迷住了，你知道吧？就感觉妈呀，哎呦我的妈呀，这叫什么？叫什么？朋友好遇，知己难求妈呀，全世界终于找着个知己了。所以说双方立马成老铁了，知道吧？还有前段时间内塔尼亚胡，他因为在巴勒斯坦血债欠的太多了，就被国际法庭给宣判了嘛。当时我非常不理解是不是？说匈牙利怎么不同意呢？匈牙利这么一个比较好的国家，而且你看俄乌冲突这么长时间，他一直没有支持乌克兰，对不对？他居然要力挺内塔尼亚胡，说这种逮捕令是不可接受的，当时就蒙圈了，咱们是不是都懵了？这回知道为啥了吧？这方面咱还有铁证呢。虽然这次发生内乱的是英国，但是实际上老铁们很多欧洲国家他们的外来移民，特别是信仰阿拉伯宗教的中东移民比例都已经越来越高了从量变快到质变了。我说一个数据
根据媒体的统计，法国的信仰阿拉伯宗教的人口已经达到600万人了，知道吗？大约占他总人口的10%了。而老美反犹中心调查预测，到2030年和2050年，法国这些阿拉伯宗教的人口将会分别占到12.7%和18%。因为和法国人生活方式严重不同的移民量大幅度增加，陡崖式的增加，是不是就导致了严重的普克矛盾，知道吗？前面我也跟大家说了，法国的本土人和这些移民冲突相当厉害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今年我们就看见法国宣传排外主义的极右翼政党影响力飞升。为什么极右翼都出来了？就因为这事儿，懂吗？其实不仅仅是法国，整个欧洲都在极右翼化呀，有可能发展成为整个欧洲爆发排外浪潮，压死欧洲最后一根稻草。兄弟们，咱说过了，就是移民呐，对吧？那么以色列是怎么评价这种趋势的呢？以色列部长在公开场合就评价了说如果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成为法国总统，这对以色列那是件大好事啊！看见了吗？以色列是非常支持欧洲搞这种排外的极右翼的这个政权的。很多不了解的人就认为说，历史那上纳粹都是极右翼，所有以色列那就一定是反对极右翼，真不是这样，兄弟们，这是刻舟求剑的想法。极右翼确实排外，搞极端民族主义，但是这些人的目标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历史环境之下，他们的排外目标是不一样的。这次像英国、法国来自整个欧盟或者是整个西方，他们的排外最大目标不是犹太人，是谁呢？是中东移民，是阿拉伯宗教的群体。我下面要说一个重量级的铁证，老铁们，法国有一个极右翼的作家非常有名，你们知不知道？叫泽穆尔，他是个法国犹太人。前面不是跟大家讲了吗？法国被老安这种犹太人往他国内塞了一大堆的移民一大堆的信阿拉伯教的，然后法国内部就开始有矛盾了。这个时候神奇的一幕出现了，这些问题前脚是犹太人送过去的，后脚跳出来个犹太人开始反对这些移民。换句话说，挖坑埋着土，左手右手全是自己人，对吧？这泽穆尔写过很多排外的书包括什么法国抑郁、法国的自杀、法国的命运，对不对？他的观点就一个，法国不能再接受外来移民了，再这么整下去就要换种了，就要亡国了，必须狠狠的收拾那些和美国宗教信仰不一样的人，知道吗？反正这是他说的，家人们这是他说的。另外老铁们还有什么事儿呢？家人们还有什么事儿呢？在2021年的时候，他的新书叫《法国尚未说出最后一句话》，应该叫这个名销量过了多少万册？100万册，家人们，你就看这人家的强大之处先知道问题，再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再垄断解决问题办法的方向盘，把节奏叮当456就往以色列对他有利的方向去带。就这件事，这些人彻底点燃法国未来和中东国家的血海深仇，这个雷就这么被埋下了，未来一定得爆。所以如果未来有一天，家人们，你就看欧洲国家集体和中东国家翻脸，你可千万别惊讶，这就是我推断的铁证。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么多巧合，知道吗？每一个巧合的背后最终都发展往对以色列有利的方向，这可能吗？虽然说历史上纳粹这个极右翼政党搞过犹太人，但是这一次新纳粹们的主要目的、主要目标压根儿就不是犹太人，兄弟们，而是中东有关移民。所以一旦这个情绪在欧盟或者整个西方爆发的话，最终整个西方阵营的底层都会因为没有办法忍受中东的移民而彻底爆发对阿拉伯宗教的反感。那么兄弟们，我问大家，这个世界上谁才是欺负阿拉伯人最大的凶手现在来看肯定是以色列，对不对？而当大环境变化之后，以色列的行为就会被重新定义。如果说整个西方世界，家人们
那些欧洲国家就和历史上一样，本国都是自己基督教的白人，一辈子见不着中东这些移民，其实他们反而更容易同情巴勒斯坦人，懂不懂？因为这样的话，中东人的保守生活习惯、宗教习惯跟他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他们反啥敢呢？反过来说，这些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的老百姓，由于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当地白左圣母文化比较发达，所以大概率会彻底倒向巴勒斯坦阵营。但是现实情况之下，家人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经营，很多西方国家为什么他们亲以色列？他们这几年的政策被各种歪门邪道给引导了，知道吗？让他们每一个国家都塞进去一大堆信仰阿拉伯宗教的中东移民，他们本土人天天都和这帮外来移民有矛盾、有交流啊！在这种仇恨的循环之下，他们早就厌恶中东人了。所以说，你看，你记不记得老登怎么说的小萨勒曼？他上台之后就说小萨勒曼是贱民，对不对？所以当整个西方极右翼开始这个澎湃以后，一些极右翼的啊，在西方全部上台以后，那以色列的行为在这些人的眼睛里面，那就不是恶魔呀，而是他们认为的正能量啊。他们心里估计想，就打得好啊，早该收拾他们了，是不是？你看川普不就这么说的吗？匈牙利不就现在坚决力挺以色列吗？法国极右翼更是直接被以色列视为外交破局的希望吗？什么叫做二桃杀三士啊？所以老铁们，你们明白这个计谋了吗？在历史上被称作最狠毒的计谋。这个计谋就是通过各种巧妙的转化矛盾，然后在对方内部公开制造矛盾、制造冲突，就算当事人知道被设计了也没办法。虽然说二桃杀三士不是犹太人发明的，但是犹太人这个打法，家人们第一时间就让我想这个名了有人说甲鱼还有吗？甲鱼等会儿的家人们稍等会儿行不行？紧接着老铁们我再给你们分析，我把前面这内容给你们串起来，再来说小拉跟老安的事儿。老安当然知道那些车臣的人是保守分子，他当然和这个也知道普京做的是对的，对不对？普大帝我错了平台但是呢，他就是要洗白这些人，然后把这些带回到法国，给法国埋雷。他小儿子他那个儿子小拉为什么要造谣咱家西边那些事儿啊？诋毁说我们说有什么人什么权的问题呀，对吧？他说这个话不是说给我们看的，而是说给全世界那些什么呢？阿拉伯宗教群体看的，是说给中东国家看的，对不对？我分析认为小拉就是希望知道这个谣言，然后让这个谣言在中东国家流传，对吧？双方矛盾一旦产生了，我们和这些中东的阿拉伯宗教一旦产生矛盾了，相互之间摩擦的久了多了，就整烦了。所以老铁们，你看看这是不是完全印证了美国包括整个西方阴损狡诈坏呀？所以现在你看，开头我说小拉老安的，对不对？这一对这个犹太父子这个行为诡异的，是不是？那是完全能串得起来的咱就是说，现在整个中东地区，整个欧洲地区，中东已经干成这样了，欧洲说过话吗？支持巴勒斯坦这件事儿，欧洲说过吗？对不对？就最后打的实在看不下去了，欧洲这帮人说了，以色列你做的不对，对吧？美国实在靠不住了，英国这边说了，整个欧盟组成一个舰队去红海护的航，那是被逼无奈的，兄弟们。所以说我们看新闻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其实老铁们，如果我不给你们讲这个逻辑，我给你们讲更大的新闻，我现在人气能更高。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一般人讲不了，一般人也听不懂，懂我的意思吗？咱家很多老铁愿意听高端角儿，愿意听细致角儿，愿意听这种文化角儿。所以今天讲完了，你们有没有点收获，老铁们？